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现在大多数人体内都有湿气，如果湿气过重的话，就会让人感觉四肢乏力、头重脚轻、浑身酸痛，还会使人发胖，影响身体健康。那该怎么祛湿呢？给大家推荐用一种果皮泡水喝。今天要说的果皮就是橘子皮。那很多人在吃橘子的时候都把皮扔掉了。其实橘子皮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蛋白质和胡萝卜素，具有理气健脾、燥湿化痰、利水祛湿的功效。那体内湿气重的人，没事用橘子皮泡水喝，有助于排出体内湿气。除此之外呢，建议大家还可以用橘子皮和茯苓搭配。茯苓属于中药材，也有利水祛湿、健脾养胃的功效，这样祛湿效果会更好哦。那想要去湿气除了食疗的方法外，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每天适当的进行有氧运动，比如慢跑、瑜伽、打太极拳等，可以改善血液循环，激发阳气，有利于加速湿气排出，对身体大有益处。减肥是大家一直都谈论的话题，很多女性为了减肥会选择节食的方法，最后饿得不行。其实减肥并不一定非要饿肚子，如果能换掉下面3种食物，也许你也能瘦得好，吃的也好。饮料，女生都喜欢甜甜的东西，尤其喜欢喝果汁和饮料。这类饮料中含有很高的糖分，除此之外呢，还含有很多的香精和防腐剂，如果喝太多就会使人发胖，建议大家用水或者是茶代替。白面包，白面包也是很多女性爱吃的。白面包在制作的过程中会加入一些化学物质，不仅没有营养，也会使人身体发胖，所以建议大家最好换成全麦面包。水果干，很多人减肥不吃主食，就会吃一些水果干来填饱肚子。水果干这类小零食也含有很高的糖分，如果吃多了也容易使人发胖，不利于减肥。建议大家还是多吃新鲜的水果比较好。入秋后天气比较干燥，很多人有手脚干裂、脱皮的情况，尤其是脚后跟，严重的还会出血。那脚后跟干裂是怎么回事呢？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：一、缺乏维生素。我们身体是需要足够的维生素供给的，如果缺乏了，身体就可能会出现问题。而维生素 E、维生素 A、维生素 B 是保持皮肤弹性的3种维生素，如果身体缺乏了，皮肤失去弹性，就可能会出现脚后跟干裂的情况。2、血液循环不畅。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很多人都喜欢待在室内，这样长时间缺乏运动，容易使血液循环变慢，而我们的双脚又属于神经末梢，这样会影响到脚部的供血和代谢，从而使人出现脚跟干裂的情况。3、肾气不足。脚后跟这个地方和肾有很大关系，如果经常出现干裂，有时还会发痒的情况，可能就是提醒你肾气不足了。大家，赫尔遍布我们全身，全长有15万多公里。如果血管出现堵塞，那么身体就会瞬间垮掉。那血栓堵在哪里都很危险。那该怎么预防血栓呢？在我们脚上有一个化血栓开关，打开它有很好的疏通血管的作用。这个开关就是我们的脚踝，每天睡觉前多动一动脚踝，能帮助清理血管。方法很简单，平躺或者是坐在床上做勾脚的动作，双腿向前保持伸直，然后用尽全力向身体这边勾脚尖，坚持5秒，再用力的向下绷直脚背，这样反复勾脚50下。这个动作有利于血液循环，疏通血管，对血管内垃圾毒素的排出有很大帮助。大家睡前做一做，会感觉全身经脉被拉动了，能够缓解身体疲劳，有很好的助眠效果。长期坚持练习，血管干净了，血栓也不敢来打扰了。那这个动作无论哪个年龄段都可以做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大家都知道，脾胃关系着我们营养吸收的问题。如果脾胃不好，身体吸收不了营养，就会生病。所以脾胃不好要及时调理。其实，在我们脚上藏着一个健脾穴，经常按一按，有健脾养胃的功效。这个穴位就是太白穴。太白穴是脾经的原穴，健脾补脾效果非常好。在脚的内侧，脚大拇指往后2厘米的凹陷处，具有健脾益气、理气和胃、祛湿止泻的功效。按摩时用大拇指指腹按揉就行，每天早晚各按1次。
每次按揉49下即可，左右穴位都要按到，力度要均匀、柔和、渗透，感觉有酸痛感为宜。那经常按摩太白穴，对缓解胃痛、腹胀、腹泻、肠鸣、消化不良等都有很好的效果。那肠胃不好的朋友可以试着按摩一下。脾胃不好的，平时还要注意饮食，多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，少吃生冷、有刺激性的食物，这样才能保护好我们的。相信在大多数人的意识里，认为喝粥是养胃的，所以肠胃不好的人就经常喝粥。但为什么有些人喝完粥之后会出现不舒服的情况呢？那喝粥到底是养胃还是伤胃呢？首先，对于肠胃健康的人来说，是喝什么粥都可以的。但是呢，对容易胀气的人来说，建议喝粥的时候尽量不要喝豆类的粥，因为这样容易加重胀气的情况。还有消化不良的人也不适合喝豆类的粥，容易给肠胃造成刺激。而胃酸少的人是不适合喝小米粥的，因为小米粥容易刺激胃酸分泌，使人出现腹胀、消化不良的情况。所以喝粥养胃也不能随便乱喝。除了上面这些，有2类人最好一口都别喝。第一类人有反流性食管炎的人，因为粥是流体，如果这类人喝粥，很容易导致胃部反流，不利于病情的恢复。第2类人有胃溃疡的人，胃部有溃疡的人也是不适合喝粥的，因为喝粥容易刺激胃部，导致胃酸分泌增多，对胃黏膜造成损伤，会加重病情，所以大家也要注意。有人由于坐姿不对，低头玩手机，导致颈椎越来越不好，经常感觉脖子僵硬、颈椎酸痛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大家千万不要拖着不去管。如果颈椎不好，也会影响到大脑供血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危害。下面教大家2个拉伸小动作，可以帮助打通淤堵，让颈椎更健康。动作1：自然站立，将左腿向前迈1大步，左腿、大腿和小腿保持垂直，右腿保持伸直，上半身腰背挺直，头部尽量的向后仰，同时双手向上伸直，手臂和头部一起向后，坚持10秒，再换相反的方向。每天这样拉伸可以疏通经络、舒筋活血，对改善颈椎不适有很好的效果。动作2：跪立在垫子上，双腿并拢，让臀部尽量的坐在脚后跟上，然后上半身向前向下伸展，同时双手也向远方伸展，让自己的胸部尽量的靠近垫子，额头和下巴也触碰垫子，这样坚持10秒，起身还原再做。那这个动作可以放松肩颈部的肌肉，对颈椎健康也有很大的帮助。上面这2个小动作，每天睡前抽出10分钟的时间做一做，不仅可以保护颈椎，而且还能够改善脑部供血，可以说对身体大有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体内血糖过高，很容易引发糖尿病，对身体健康不利，所以控制好血糖就显得尤为重要。血糖高的人一定要做好血糖的监测工作。那有的人会有疑问，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哪个更能反映身体血糖呢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，我们来说空腹血糖。当人处于空腹状态时，这时的血糖其实是属于基础血糖。通常监测血糖时，很多人也会选择空腹时进行。而吃完饭后，人体会摄入一定的食物，食物中含有的热量和营养物质会被身体吸收，这时餐后的血糖会有短暂的升高，所以餐后血糖也会比空腹血糖高一些。不过这是正常的。那总的来说呢，不管是空腹还是餐后血糖，对血糖高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。监测血糖时是需要全天进行的，这样才能更加精准全面的知道血糖的变化。蛋营养丰富，很多人喜欢吃，而且吃鸡蛋的方法有很多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开水冲鸡蛋呢？如果能每天早上喝1碗，坚持一段时间，身体会有3个变化。第一个，清肺止咳。因为秋季天气比较干燥，很多人会出现咳嗽、痰多的情况，这时不妨每天早上起床用开水冲1碗鸡蛋喝，可以帮助降低肺火、清热止咳。第二个，清肝明目。
每天喝1碗开水冲鸡蛋，还有很好的养肝明目的作用。因为鸡蛋中含有丰富的玉米黄素、叶黄素等营养物质，有很好的保护视力的作用，同时对促进肝脏排毒也有帮助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第3个，保护肠胃。鸡蛋是很容易消化和吸收的食物，并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，而且鸡蛋中含有的卵磷脂有保护胃黏膜的作用。如果每天早上坚持喝1碗开水冲蛋，对肠胃有很好的保护作用，还能够帮助缓解便秘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